嗨，大家好！今年的珠海航展不愧为10年来最精彩的一届航展。720的首次静态展示，国产2元矢量发动机首次露面，白地空间飞机以及未来中国的6代机歼30和歼40的最新进展。如果你能有幸参加本届航展，那的确称得上是不虚此行了。先来看看睽违已久的歼20。我们先别管中国现在到底暗藏了哪些在研战机，歼20说到底还是中国到目前为止现役最为先进的战斗机型。而能把这架标杆型战斗机拉到台面上，让普通观众如此近距离的拍摄，这可真是开了歼20自2016年首次亮相珠海航展以来的先河。再结合歼20的总师，同时也是下一代6代机研发的总师杨伟首次提到的中国下一代战斗机歼30和歼40等后续机型，看来中国的先进战斗机计划早已在按部就班的秘密进行着了，同时也增加了无数军迷对于本届航展的期待值。不过外界关注的焦点往往都会选择性失焦，他们把歼20静态展示时一台小型辅助发动机正常喷出黑烟的过程描述为 J20 broke down in air show， 歼20在航展上抛锚了，还刻意把烟雾加黑，给人一种歼20一出来就坏了的感觉。其实这是歼20的第3台发动机提供的辅助动力系统，名叫 APU。 没错，除了2台大型涡扇发动机外，歼20上还有一台小型发动机。这台发动机的作用是当歼20的飞行员进入座舱准备起飞时，会先启动这第3台发动机 APU， 给飞机提供电力和压缩气源，让机载设备可以在不依赖地面设备的情况下工作。同时 APU 也要为2台大型涡扇发动机提供启动时所需的电力和压缩空气，而背部冒出的那团黑烟是 APU 集成的燃油启动机刚刚点火时还处于浮油燃烧状态，此时燃烧还不充分，因此会冒出黑烟，但这个时间不会太久。当燃油启动机带动 APU 的涡轮进入工作状态后，冒出的就不是黑烟了，只能隐约看到排气口有热流喷出。而当 APU 完成了部分系统自检后，才会带动2台大推力涡扇发动机启动，完成全机全系统自检，最后等待指令，准备滑入跑道完成起飞。普通客机也有这种 APU 系统，只不过没有战斗机设计的那么复杂，一般是一台小型燃气涡轮发动机和小型发电机组成的复合动力包。当然别看它简单，也会坏。这是日本的一架客机在启动 APU 自检时发生了故障，喷出了大量的烟雾，在各国旅客面前表演了一下什么是飞机抛锚。而像 APU 这样的小型发动机，世界现役战斗机上其实也并不多见。像美军4代机 F14、F15 和 F16 由于研发太早，都没有安装 APU，而到了 F18 开始，由于要登舰，为了让 F18 减少甲板上的保障设施依赖，就加入了 APU 系统。进入5代机时代， F22 也配备了 APU， 不过它的烟雾喷出方向是向下的。我们注意到刚启动时由于燃烧不充分，喷出的烟也是黑色的。而到了 F35 时代， APU 系统更进化为集成能力更强的 IPP 系统。而苏系战机在设计之初，由于强调了野战机场的使用能力，因此像苏27和米格29两大系列就都标配了 APU。 而与我国在上世纪90年代对苏27的引进， APU 系统也相继出现在了歼11之后的中国侧卫家族身上。而我国自研的4代机歼10由于机体空间所限，并没有安装 APU， 只是安装了更为紧凑的 EPU。 是应急动力装置，它并不像 APU 一样应用于地面，而是在空中时，当正常和备用的电源、液压源失效后，为战机提供最后应急的电源和液压系统，支撑到完成迫降。而到了国产5代机歼20的时代，不仅 APU 和 EPU 俱全，还被集成在了一起，形成了类似 F35 那种 IPP 系统，可以说达到了世界5代机辅助动力系统的标杆。除此之外，更令军迷眼前为之一亮的当然就是2元矢量发动机了。这款发动机的出现的确令人振奋，同时更印证了几天之前我对于歼35未来会搭载2元矢量发动机的预测。当时是从一则航发四川发布的采购公告中找到了一些线索。那台公告的标题为中国航发四川燃气涡轮研究院 HS 项目 T101 舱2元矢量摸底实验测试系统配套材料定制采购公告。当然重点是锁定在了 HS 项目和2元矢量2个关键词上。这个 HS 项目就有意思了，乍一看很像当下流行的核酸项目，但考虑到航发四川是做航空发动机的，所以应该不是核酸。而我的发动机绝大多数都以山来做代号，比如涡扇9秦岭、涡扇13泰山、涡喷14昆仑、涡扇10太行、涡扇15峨眉。而在研发的发动机中应该没有什么衡山、华山或者衡山之类，所以推估没错的话，这个 HS 项目指的应该就是黄山涡扇19了。
而涡扇19之所以引人注目，当然是因为它就是我国未来首款5代隐形舰载机歼35的标配发动机了，而使用2元矢量喷管发动机的标杆非美国的 F-22莫属。F-22的2元矢量发动机呈曲形，并配有4块可以配套转动的调节板，尾喷口只能上下调节方向，而无法左右偏转。这样的设计当然是经过论证的，配合5代机更为扁平的设计，矩形喷口对于降低阻力作用明显，而且尾部是被4个调节片所遮盖，其后方的雷达 RCS 值可以大幅降低，而且2元矢量尾喷管喷出的气流更容易与外界冷空气相融合，可以有效降低喷口温度，从而达到减少红外的影响。2元矢量发动机看似没有多元矢量那么灵活，但在设计难度上却反而更加复杂。俄罗斯此前也尝试过2元矢量喷管，不过由于设计难度太大，造出来之后竟然是这个样子。战斗机带着个痔疮去空战，总归不太舒服，因此最终放弃。所以中国在研制出多元矢量发动机后，公布2元矢量发动机将是下一道关卡。尽管从上次航发四川发布的 HS 项目采购公告中，我基本确定了中国存在自研的2元矢量发动机计划，但毕竟没有从任何其他官方渠道得到证实。不过本次的珠海航展终于给出了定论。而更令人兴奋的是，这个2元矢量发动机的参展平台并不是涡扇19所属的中推展台，而是太行发动机所在的大推力发动机展台。因此可以得出结论，中国的2元矢量发动机不仅仅只会应用在歼35的身上， G20 在未来同样也有可能装备。除了发动机外，航空工业哈飞推出的白帝空天飞机一度成为新晋网红，参访观众争相与其拍照。白帝采用了鸭嘴扁平且圆滑过渡的机头，外倾斜的双垂尾，机尾部位鼓起，并采用隐身构型的发动机设计等等，与美国的科幻电影《绝密飞行》中的有人驾驶战斗机颇有些相似。而在另一展台展出的无尾式布局飞机 MD-22， 从外形来看，这架飞机长得有点像美国电影《壮志凌云2》里阿汤哥驾驶的那架暗星有人飞机，因此本次航展所展出的机型的确亮眼，大有一种美国人负责科幻，中国人负责实现的架势。本以为新晋网红白帝只不过是一个概念模型，不过从其介绍来看，它已经完成了穿越大气层试飞、外层空间长距离试飞、离子武器挂载试飞等多项飞行实验工作，看起来似乎不单单只是个模型那么简单。不过无论我们未来的空天飞机计划长得像是今天的白帝，还是如去年航展时出现的南天门计划中的玄女，至少从他们的身上让广大军迷朋友看到了中国航空航天研发人员的创新性与前瞻性，也让无数观众和网友对中国航空科技的未来充满信心。中国军工未来可期，我们一同拭目以待吧。好，那本期视频就录到这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